白小纯在这肉身爆发下，竟展开了不死劲，在那强悍的肉身之力中，又加上了极致的速度。除此之外，他更是展开了撼山状。这一切的一切，就仿佛白小纯化作了一座超越天尊速度的巨山，此刻带着无穷气势，轰鸣中直奔绝地天尊。绝地天尊脑海直接嗡鸣，这强烈的生死危机让他整个人也都发狂，可却无法避开，只能全力抵抗。可这一切依旧不是白小纯的绝杀之法，真正的绝杀是他在靠近了绝地天尊后抬起的右手所施展的不灭地拳。这不是寻常的不灭地拳，这是凝聚了人山诀、云雷人祖以及白小纯肉身之力，还有撼山状、不死劲，最终更有神杀之法所吸收的生机，最终化作的绝杀一拳。这一拳轰出，直接就世界轰动，八方颤抖，就连虚无也都战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寻常的天尊，无限的接近天尊大圆满。给我死！白小纯一声怒吼，绝地天尊发出凄厉的咆哮，在这绝望的阻挡下，在这全身的颤抖中，他们的身影猛地就碰触到了一起。轰轰轰！天地颤抖，八方轰动，哪怕邪皇城也都震动起来，四周的山峰更是有大量碎石脱落，甚至传出的巨响，让邪皇城的修士也都震耳欲聋。一股风暴更是在二人碰撞的地方轰然扩散，向着四周不断的爆发横扫，淹没了来自绝地天尊凄厉的惨叫以及绝望的咆哮。风暴过后，白小纯站在原地，右手衣袖刹那成为飞灰，露出了结实的手臂。如果仔细去看，还可以看到白小纯的手臂上赫然有无数伤口，只不过这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眨眼就恢复如常。而他的面前则是一处巨大的深坑，深坑内赫然是一块块血肉，支离破碎。绝地天尊肉身灭绝，其道种飞出，一瞬消失，天尊亡。这是多少年来永恒仙域上第二个死亡的天尊，哪怕可以复活，可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而第一个死亡的那个老妪，他毕竟是死在了主宰分身手中，与今天这一幕代表的意义截然不同。远处的适龄上人直接倒吸口气，脑海也同样嗡鸣起来，失声惊呼：白小纯，你敢杀天尊！要知道邪皇朝与圣皇朝多少年彼此之间的厮杀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了。此刻是灵上人心神震动的，一方面是绝地的死亡，而另一方面则是白小纯所展现出的恐怖的战力。他竟成长到了一拳击杀天尊的程度。这一幕让是灵上人身体一个哆嗦，此刻哪怕水泽国度已经消散，可他心中的恐惧依旧强烈无比。可还没等他从震撼中苏醒，白小纯猛地转头，赤色的双眼映着非人的杀意，直接就看向是灵上人，迈步间直奔是灵上人而来。还有你！话语间，白小纯右手直接抬起，掐诀向着是灵上人蓦然一指，顿时在是灵上人的四周直接就出现了一盏盏长生灯，甚至他的身体乃至天空与大地，在这一刹那都化作了长生灯。这术法的出现让是灵上人面色狂变，不是他畏惧白小纯的神通，实在是此刻的白小纯在施展了长生灯后，居然取出了北脉大剑，持着大剑冲着是灵上人杀来，明显是要借助长生灯将是灵上人困住的间隙要来杀人。该死的，我们有多大仇啊！是灵上人制住呼吸，此刻掐诀，顿时身体外出现一道血光，与此同时他四周的长生灯乃至其自身的长生灯以及天地之灯都瞬间爆开，形成的冲击直接让是灵上人身体外的血色光幕在扭曲了几次后骤然破裂。可就在破裂的刹那，白小纯的北脉大剑已经呼啸而来，蓦然斩下。是灵上人睁大了眼，若是换了其他时候，他或许还可以去拼一拼，可如今在这里没有让他去拼命的价值。这阵法也好，其内通天世界之人也好，都是大皇子的。想到这里，是灵上人没有半点迟疑，低吼中全力阻挡，在又一声惊天的轰鸣中，是灵上人喷出鲜血，身体瞬间倒退，直接远去。白小纯喘息有些粗重，他之前看似狂猛，一方面是他在残山内修炼，的确有所收获与突破，此刻距离天尊后期已只差一步；另一方面是他怒意滔天，实在是这一次大皇子的所作所为，让白小纯之前压制的杀机全面爆发。此刻眼看是灵上人逃走，白小纯没有去追，他拿着北脉大剑，在这短时间的无人阻止中，向着下方的阵法一剑斩下。给我碎！白小纯低吼中，北脉大剑轰然而落，直接斩在阵法上，顿时这阵法上的9条黑龙，其中1条发出凄厉之音，直接崩溃。可其他8条竟立刻游走去吞噬那崩溃的黑龙。这阵法白小纯没见过，可他明白此阵必然非同寻常，而他虽有不死劲，可只有将阵法开启，才可以去救下所有人，否则的话只能是浪费时间罢了。尤其是他此刻就在邪皇城外，时间太过宝贵，来不及多想，白小纯低吼下，再次斩下北脉大剑。轰轰轰！白小纯整个人疯狂起来，一连斩下7剑，直接碎灭了7条黑龙后，
这阵法终于颤抖，开始了不稳，甚至也都不再完全浑浊，能看到阵法内存在的数十万通天世界修士。只不过此刻的他们，一个个都盘膝打坐，面色苍白，似乎在用全力去抵抗，可还是有部分人已经化作了骸骨。白小纯更是看到了李清后，看到了灵犀老祖。李叔多年不见，此刻隔着阵法的那一眼，让白小纯的心神剧烈震荡。李清后的头发已不再是黑色，而是成了灰色，一旁的灵犀老祖也都枯槁无比，还有其内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一切让白小纯心神颤抖，让他的心中浮现悲伤。他大吼一声，正要再次斩下北脉大剑，可就在这时，忽然的，远处的邪皇城内有一道长虹冲天起，直奔白小纯呼啸而来。白小纯，你找死！人还没到，岂如天雷的声音就轰鸣炸开，气势惊人，正是邪皇城内天尊中的最强者广目天尊。第1188集，怒意再起。与此同时，在广目天尊之后，邪皇城内又有几道神识轰然爆发，正是其他几位天尊，显然都是察觉到了城外阵法的一幕，此刻纷纷飞出。可他们的速度却明显慢了一些，毕竟方才白小纯强力击杀绝地天尊，重创是灵上人的一幕，让他们此刻也都在震撼之中有所犹疑。尤其是元妖子等人更是心惊不已，所以哪怕散出神识，可在速度上却明显慢了广目天尊不少。只有广目天尊身为邪皇城内的最强天尊，他对白小纯本就不喜，又有当年在残善关卡内的怀疑，再加上主宰分身之势里的吃亏，使得他此刻找到机会，瞬间临近就要阻止白小纯破开阵法。白小纯猛地抬头，呼吸凝住，他心知肚明，在广目天尊的阻挡下，自己无法破开阵法，而一旦自身被广目天尊纠缠，那么邪皇城内的其他天尊也都会立刻赶来。到了那个时候，一切就危险了，不但自身危机，阵法更是会主动愈合，灵犀老祖等人更是无法获救，更不用说此事拖延的久了，邪皇随时可能降临。而如今从白小纯出手到现在，时间短暂，白小纯不敢去继续赌，哪怕他也听说了邪皇闭关，但此事只要被耽搁，就是万劫不复。杀一个绝地还无法震慑众人，只有将这广目逼退，其他人才会投鼠忌器。白小纯明白自己没有别的选择，此刻仰天一吼，全身修为立刻爆发，右手抬起，将手中的北脉大剑向着下方的阵法狠狠的一剑插去。轰的一声，北脉大剑直接就刺入到了阵法内，整个大阵颤抖，虽还是没有崩溃，可却因北脉大剑的穿透，一方面缓解了阵法内众人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使得这大阵的恢复如被阻碍一般。做完这些，白小纯右手猛地抬起，肉身之力与修为再次爆发，身体的恢复更是运转到了极致，直奔广目而去。找死！广目天尊不是没注意到白小纯之前的灭杀绝地之事，可他有自信，哪怕白小纯再强，也依旧能去镇压。尤其是没有了北脉大剑的白小纯，在广目看来不算什么。此刻呼啸间，二人刹那接近，就在相互碰触的一瞬，白小纯猛地握拳，不灭地拳再次展开到了极致，远远超越了5倍，达到了一个极限的巅峰，与广目直接就碰到了一起。轰轰之声滔天回荡，撼动八方，影响了天地变化中，白小纯喷出鲜血，身体噔噔噔的不断后退。广目那里也是全身一震，目露其芒，内心也是吃了一惊，显然是白小纯的这一拳，就算是他也都心神震动。可还没等广目再次出手，退后的白小纯猛地抬头，他的身体在这一刹那竟恢复了大半，狞笑中再次冲出，不灭地拳又是一拳。轰鸣之音崩溃9天，白小纯依旧喷出鲜血，可依旧还是冲出，整个战场在这一刹那好似要爆开一般。眨眼间，白小纯倒退了4、5次，可同样的，广目天尊也不好受，一样喷出鲜血，身体后退。可他几乎刚一后退，白小纯就又生龙活虎般冲了过去。远处元妖子等人一个个都倒吸口气，骇然地看向白小纯。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纯所展现出的疯狂与难缠，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的印象中，白小纯似乎不是这个样子，可如今的白小纯却展现出了一股铁血之意。他明明受伤，每一次的碰触都会鲜血喷出，哪怕有恢复力，可在这持续的伤势下，依旧还是常人无法承受。可偏偏他的疯狂中带着的铁血，似以伤换伤一般，使得强悍的广目天尊此刻也都呼吸急促，再次喷出鲜血，看向白小纯时，也都不再是如之前那样的自信了。再来！白小纯擦去嘴角的鲜血，身体一晃，竟又是不灭地拳，那一拳拳的轰出，天地颤抖。他身后的地影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的重叠之后，哪怕受伤，可这战力似乎越来越强。不死卷的恢复也在这一瞬不断的爆发，作为白小纯的支撑，使得他在这一战中就好似永远不会妥协一般，要么你死，要么我亡。煞气惊天，出手轰鸣。广目在坚持了片刻后，在喷出了第7口鲜血后，他的神色终于大变，咒骂起来：“白小纯，你真的要找死不成？”
广木无法不去咒骂，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纯，他的手臂都已经碎裂，能看到骨头，他喷出的鲜血里也都带着内脏碎块。可偏偏他的身上那种疯狂之意却更为强烈，尤其是他的眼睛内带着的煞气，更是让广木毫不怀疑，这么继续战下去，就算自己真的赢了，也必定会有生死危机。不值啊！广木吸了口气，眼看白小纯再次冲来，他猛地后退。身为天尊，虽颜面极重，可生死之事更大。此刻广木毫不迟疑，立刻倒退，与适龄上人的选择一样，他现在都后悔自己之前出面了。远处猿妖子等人眼看就连广木也都选择了避退，纷纷再次吸气，一个个相互看了看后，竟都回到了邪皇城里。也罢，只要他不来城池内，在外面我们也管不到。这家伙明显疯了，邪皇虽还在闭关，可这么折腾下去，必然苏醒，到时候自然会将他拿下。没有去理会逃遁的广木天尊，白小纯身体一晃，出现在了阵法上大剑旁，一把握住北脉大剑。此刻他气喘吁吁，体内伤势极重，可恢复之力同样惊人。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白小纯就低吼中猛地一把抽出北脉大剑，修为爆发，肉身之力扩散，直接抡起后，向着阵法再次一斩。给我开！轰轰轰！随着大剑落下，这坚固的阵法直接就从之前大剑刺入的地方开始出现裂缝，刹那就蔓延整个大阵，直接就崩溃爆开，化作无数碎片，向着四周横扫，掀起风暴，轰动天地。在那尘土的飞扬中，阵法内的数十万通天世界修士，一个个虽虚弱无比，可这种劫后余生之感，让他们每个人都心头狂震。尤其是在看到了白小纯后，他们中有不少人立刻认出，仿佛看见了亲人一般，有不少都泪水流下。魁祖，是魁祖，魁祖来救我们了！这些声音回荡四方，落在白小纯耳中时，白小纯也心神难以平复。尤其是他注意到李清后与灵犀老祖二人此刻都虚弱时，白小纯身体一晃，直接就出现在了李清后的身边，一把将其扶住。李叔，多年不见，这次的重逢原本应该有着说不完的话，可白小纯这里只是说出了2个字。李清后虽激动，但却很快面色一变，一把抓住白小纯，神色内透出无尽的焦急，急速开口：“小纯，快去救宋君婉与周子墨！”白小纯听到这句话，全身猛地震颤，一瞬竟是不能呼吸。实在是二女的消息，他同样多年没有收获半点，如今突然听到，竟是生死危机。他们2人被邪皇子抓走，快去救人！小纯，他们2人这些年似有身孕，且看他们的状态，他们肚子的孩子应该是你的。虽然老夫不知道为何孕期时间如此漫长，可君婉那个孩子我知道，你们的事他也和我说了，快去救人！一旁的灵犀老祖也焦急起来。什么？如果说之前2人的事情让白小纯震颤，那么这一刻就是天雷了。外人不知道原因所在，可从巨鬼王那里，白小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血脉因不死长生卷的缘故，故而孕期极长。此刻他脑海彻底嗡然，一股比之前更强烈的焚天之怒瞬间惊天爆发。第1189集，冲冠一怒。婉儿与子墨有了我的骨肉，骨肉白小纯身体颤抖，他的整个心神这一刻直接掀起了这一辈子前所未有的风暴。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既有喜悦又有焦急。想到此刻二女生死未知，白小纯好似体内有一团火，要将自己的心神全部焚烧。那些皇子看中的应该是小纯你的身躯，他在无法得到的情况下，一方面将我们炼化，另一方面则是掳走宋君婉与周子墨，欲将他们体内的孩童炼化成为血脉的元阳之气，进而获取你血脉的秘密。白小纯眼睛瞬间赤红到了极致，他仰天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与嘶吼，体内的怒气在这一瞬肆意的爆发，比之前还要强烈太多太多。那是他的女人，那是他的孩子，而邪皇子那里居然要将他们生生炼化，这种仇，这种恨，化作的疯狂，直欲血染苍穹，毁天灭地。即便再怕死的人，哪怕再胆小的人，在这一瞬也都无法承受，也都不能接受，也都会发狂，也都会彻底的性格爆发。白小纯的吼声顿时就回荡天地，可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他心知肚明自己这一去生死未知，可他不在乎了。他怕死怕了一辈子，他太多次都选择稳妥，他很少冒险。可现在他不在乎了，哪怕前方有刀山火海，他也都不在乎了。他要去，一定要去，必须要去，哪怕死亡。死亡又算得了什么？这句话原本不在白小纯的人生中，可如今却是在他的脑海里轰然响起。但他的理智还有那么一丝，此刻目光扫过面前的数十万通天世界之人，白小纯明白，他若是离开，这些人必定危险。同样的，就算是用北脉大剑将他们带走，而一旦自身陨落，他们的命运也是依旧。白小纯可以拿自己去冒险，但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将数十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的生死连在一起。摆在白小纯面前的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他毫不迟疑地掐诀一指北脉大剑，顿时这大剑轰鸣中传出莫大犀利。在白小纯的操控下，
他直接就将包括李清后、灵犀老祖等人在内的数十万通天世界修士都收入到了北脉大剑中。公孙婉儿，我白小纯恳求你一件事，帮我保护他们，将这把剑送到大天师手中。白小纯右手猛地一挥，顿时北脉大剑轰鸣中直接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远方。不是白小纯不想带众人去残善，实在是哪怕他成为了残善主人，也无法带数十万人进去。而此刻的天空上，公孙婉身影幻化出来，一脸复杂。他早就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到来。他原本想要救援一下，可事态的发展已经不需要他再出手了。白小纯直接喊出他的名字，显然也知道了公孙婉的存在。此刻公孙婉沉默后，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没有看到白小纯的眼睛，看到的是白小纯此刻轰然间直接爆发下，好似一道流星般直奔邪皇城的背影。他就这么相信我们？公孙婉深吸口气，蓦然转头，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远处的北脉大剑追去。他知道北脉大剑内的数十万人是白小纯的牵挂，他更是知道此刻的白小纯要去做什么，他无法阻止。可他心底在这一瞬有了异样的震动。白小纯走了，速度之快让天地战栗，令八方色变，使得那邪皇城所在的古龙似乎也都跟着震颤起来。没有北脉大剑，白小纯知道自己的战力会减少一些，可他明白，也只有这样，自己才可以对得起别人那一声魁祖的称呼，自己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彻底血战一场。邪皇子，今日若不杀你，我白小纯誓不为人！杀杀杀！一股强烈的煞气在白小纯体内不断的扩散，不断的爆发，到了最后，他所化作的流星好似凶星降临，煞气滔天，风云色变，大地颤抖，虚无都因白小纯的煞气与速度直接就碎裂开来，露出了一条巨大的长痕。邪皇城内的所有修士纷纷心神颤抖，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威压，感受到了来自自身念力的震动。天人也好，半神也罢，哪怕是天尊，也都一个个呼吸凝滞。尤其是大使馆内的众人，更是纷纷吸气。整个邪皇城内似乎都陷入到了一个压抑之中，无数的目光在这一瞬都看向了从远处呼啸间越来越近的流星内的白小纯，也注意到了白小纯的方向正是皇子府。远远看去，白小纯就好似一把出鞘的杀刀，此刻杀气所指一样是大皇子。与此同时，在这皇子府内，其所有麾下都心神狂颤，一个个惊恐中，在皇子府的密室内，大皇子一脸疯狂，正看着其面前的阵法。区区小兽，我看你能坚持多久？这阵法好似阴阳太极，宋君婉与周子墨二女闭着眼，被封在其内，此刻面色苍白，身体颤抖，神色露出痛苦之意。在他们的四周，正有阵阵黑气不断的环绕，似要将他们与其肚子里的血脉全部炼化。可却有一片紫光在宋君婉手臂上的一处图腾内散发出来，不断抵抗，保护他与周子墨。仔细一看，那图腾所化正是铁蛋，而在这阵法下，则放着一个血色的坛子，黑气正是从这坛子内散出。随着大皇子的掐诀，这阵法不断的运转。可就在这时，忽然的，大皇子猛地低头，取出传音玉简查看后，神色大变。该死，居然连一个人都阻挡不住！白小纯，你想杀本王？你这是在找死！那么就看是你快还是我快，我这里马上就要成功了。大皇子面色扭曲，直接给其父皇传音，可半晌之后也不见回复后，他渐渐慌乱起来，立刻就给几个天尊传音求救。为了让天尊出手，他更是不惜代价许以重诺，直至得到了确定的答复后，这才松了口气。可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下令让齐皇子府内的所有半神都去阻拦白小纯。随着皇子府内绝大多数强者不得不硬着头皮飞出，此刻的白小纯已然冲入邪皇城的核心之处，所过的天地轰鸣不断。可阻拦之人还是到来了，在大皇子的许诺下，通天道人、元妖子、赤灵上人以及广目天尊一个个心动之余，也都纷纷现身。白小纯，还不退下！邪皇即将出关，白小纯，你清醒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说，没必要如此。元妖子等人纷纷开口，试图让白小纯停下脚步。若是换了其他时候，白小纯或许还会选择妥协，可如今他不仅仅是眼睛红了，他的心也前所有的煞气无比，他的气息，他的气势，无不充满了他这一生极为少见的滔天杀气。给我滚滚滚！面对众人的阻拦，白小纯根本就没有丝毫废话，声音如天雷般直接咆哮时，他竟直接展开了撼山状，肉身之力与修为的融合后，全面的爆发，再配合不死劲的速度，更是在前行中，白小纯直接展开神杀之法。轰的一声，他就与前方的元妖子与通天道人直接撞在了一起，元妖子喷出鲜血，通天道人一样鲜血狂喷。二人倒退时，是灵上人与广目天尊哪怕有些迟疑，可还是前行阻拦，与白小纯再次碰触。轰轰之声震天回荡，白小纯鲜血喷洒，胸口凹陷，可却毫不在意，甚至还狞笑起来，竟比之前还要疯狂，
一把就抓住广目天尊的手臂，居然用其头狠狠地直接撞了过去。震耳欲聋的轰鸣回荡，广目天尊也鲜血喷出。尤其是在注意到白小纯居然张开口，似要一口咬向自己时，他猛地吸了口气，身体瞬间模糊，不惜代价展开秘法，急速后退。他真的疯了！与此同时，随着皇子府内的强者也都纷纷冲出，环绕半空四周，似对白小纯这里封锁时，在皇子府外走来了一个人。此人拿着一把长枪，穿着一身黑袍，一头黑发随风飘摇，明明只是天人，可他的身上竟爆发出足以与半神一战的风暴。正是宋缺。他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天空上正在爆发的大战，低头时目中带着一股坚定，直接走向皇子府。小姑，雀儿来救你。第1190集，阻者杀。半空中，白小纯神杀之法化作血雾，逼退了广目天尊后，一晃之下，看都不看猿妖子三人，直奔皇子府。此刻他已没什么耐心，但凡是阻挡在面前，要么杀，要么撞，总之任何人都不能阻拦他丝毫。适龄上人深吸口气，暗中皱眉，觉得头痛。他做人圆滑，若是白小纯不在邪皇城内也就罢了，可偏偏如今就在邪皇城中。一旦让白小纯通过去了皇子府，出了大事的话，就算是他也都要承受来自邪皇的怒火。而广目天尊那边因之前就没参与大皇子的事情，还好一些，偏偏他这里参与的不浅，此刻只能硬着头皮琢磨着，实在不行就按照当初面对主宰分身的办法好了。于是低吼一声：“猿妖子，通天道人，绝不能让这白小纯踏入皇子府，邪皇随时可能出关。”他说着，身体一晃，修为爆发，挪移中直接就阻挡在了白小纯的身前。猿妖子跟通天道人也都神色肃然，此刻纷纷出手就是杀手锏。轰鸣声回荡，白小纯数次尝试冲出都被阻止，他体内的煞气与怒气再也无法压抑，直接爆发。你们找死啊！白小纯身体一晃，神杀所化血雾瞬间凝聚，化作身躯后，他猛地后退，直接就与通天道人撞在了一起。轰鸣中，通天道人尽管避开了一些，可还是被碰到了肩膀，此刻整个肩膀直接就碎了不少，鲜血喷出中，正要后退，可白小纯的右手已然抬起，长生灯、水泽国度轰然降临，笼罩八方，阻拦了适龄上人与猿妖子后，白小纯目中杀机强烈，撼山状蓦然发动，右手握拳，不灭地拳悍然击出。轰鸣中，通天道人喘息急促，他的目中瞬间漆黑，身体内竟滋生出了一丝丝黑气，眨眼间环绕自身，形成防护后全面阻挡。这黑气诡异无比，阻挡之力更是惊人。白小纯这可以让绝地天尊重创的一拳，此刻只是将通天道人直接震飞数百丈外，却无法形成更大的杀伤，反倒是反震之力的强悍，让白小纯闷哼一声，身体外竟被大量黑丝缠绕，似要被束缚身躯，嘴角溢出鲜血，身体踉跄退后，体内不死卷恢复的同时，猿妖子目光一闪，适龄上人更是目露奇芒。好机会！适龄上人直接掐诀，顿时他的四周赫然出现了一片蓝色的大海，这大海咆哮中形成了一张大口，向着白小纯蓦然吞噬。猿妖子一样心动，立刻出手，其身影直接化作一片赤芒，整个人好似成为了一道光，其身后更是出现了一尊大妖身影。这大妖通体赤色，头顶双角，此刻狰狞中向着白小纯蓦然扑来。眼看危机，白小纯忽然笑了，这笑容惨烈中带着一股坚定与疯狂。他竟一拍储物袋，从内取出了一团22色火。猿妖子面色大变，适龄上人更是倒吸口气。他们二人尽管不知道白小纯手中的是什么，可从那22色火上散发出的恐怖之力，让他们的心神不由自主地震颤起来。这不是寻常的22色火，这是用主宰生死道元下转化出的魂炼制而出的，甚至蕴含了一丝主宰道元之意的多色火。不好！这气息立刻避开。二人心神狂震，此刻急速倒退，就要远离此地，可还是慢了一步。几乎在猿妖子与适龄上人后退的瞬间，白小纯带着疯狂，一把捏碎了手中的多色火。22色火轰然崩溃，随着崩溃，一声传遍整个邪皇城的巨响，惊天动地，震荡八方，轰鸣滔天，甚至这声音实在太大，掀起的波纹又惊人，就连邪皇城所在的那条古龙也都震颤起来，无数建筑直接坍塌。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那22色火的爆开形成的火海瞬间就向着四周轰隆隆的不断扩散，好似吞噬一般。所过之处，这四周来自皇子府的大量修士，他们原本围绕四周远远观望，看到白小纯被阻拦时还在振奋，可瞬间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迎面看到了一片他们记忆里前所未有的火海，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最后画面，烙印在了脑海的同时，他们的身体也在这火海的刹那覆盖下，甚至连疼痛都来不及感受，就直接被焚烧成为了飞灰。不仅是他们如此，还有处于这一范围的所有建筑，里面没有什么人，毕竟天尊之战，邪皇城的修士早就远远避开。虽如此，可那些建筑化作的飞灰
依旧使得整个邪皇城好似下起了尘埃之雨。至于猿妖子与适龄上人，他们毕竟是天尊，虽距离火焰很近，同样被那火海覆盖，可他们的修为全面爆发下，还是坚持了一下。此刻急速后退中，虽各自狼狈，虽也都伤势不轻，更有鲜血喷出，目中更是带着骇然。可他们的速度还是在这爆发下冲出了火海，尤其是适龄上人更快，而猿妖子在后，虽也不慢，可相对还是落后了一些。若没有人阻止，或许他们就逃出去了。可偏偏就在这时，从那奔腾扩散追击猿妖子二人的火焰内，直接就冲出了一尊燃烧的石人。这石人身体庞大，此刻在被燃烧下，好似具备某种抵抗之力，不说毫发无损，可却明显能坚持更久。此刻在冲出后，随着一声低吼，随着猿妖子的凄厉绝望，这石人竟一把抱住了逃遁中的猿妖子。不！猿妖子发出咆哮，猛烈的挣扎，可还是晚了一些。火海轰鸣间，直接将他与石人全部覆盖。火海内传出的凄厉惨叫，让所有听到之人无不心神狂颤。通天道人也都吸了口气，立刻后退。适龄上人同样身体一个哆嗦，骇然中速度更快。至于广目天尊，哪怕已走远，可还是下意识地加快了速度，再次远离。整个火海持续了约莫10多息的样子，从其内那石人迈步走出，在走出的过程中，其身体不断的碎裂，最终露出了白小纯的身影。他的身体也都残破不堪，可不死卷的恢复，使得他的血肉飞速的生长。当他彻底走出时，看起来已恢复了大半。而他的手中此刻抓着一个昏迷之人，正是猿妖子。白小纯没杀猿妖子，此刻一甩，直接将其收入储物袋内后，他红着眼，带着煞气看了看四周，身体一晃，直奔皇子府。远处无论是天尊还是半神，又或者是邪皇城的修士，此刻都心神震晃，哪怕广目天尊也都忌惮起来。他之前不愿拼命，是因不值得；此刻不愿再阻拦，除了之前的原因外，多色火的爆发也让他感受到了更强的威胁。为了一个皇子去招惹他，不值。况且大皇子也只是让本座拖延这白小纯片刻，如今也算做到了。无人再阻拦，而邪皇也不知为何，竟始终没有出关。白小纯没时间去深思，此刻哪怕疲惫，也依旧速度极快，轰鸣中直接就踏入皇子府内。刚一踏入，他看到的就是皇子府内一地的尸体。这些尸体要么天人，要么元婴，死亡的方式都是眉心一枪。白小纯目光所至的同时，他的神识也骤然散开，一眼就看到了在皇子府后大殿内，此刻站在那里的一个穿着黑色衣衫、扶着长枪似要倒下的熟悉身影。鲜血从其身上一滴滴流下，地面上已弥漫了触目惊心的血浆。第1191集，这一次我比你快。这身影正是宋缺，他的气息已经虚弱到了极致，他的身上充满了伤痕，好多处都可以看到碎裂的骨头，而他的五脏六腑也都随着胸口的一个黑色的掌印早已崩溃。他的眼睛也已经缺少了一个，甚至仔细去看，能看到他的气息实际上已经是枯竭了，似乎只剩下一股信念在强行的支撑着他站在那里，如同山岳。在白小纯于天空中被猿妖子等人阻拦之时，在这皇子府内，一切半神都已被大皇子派出，全力阻止白小纯时，在大皇子自身已然疯狂的状态下，强行炼化宋君婉与周子墨，且已经持续了数日。如今已到了关键时刻，即将成功时，宋缺走入了皇子府内。他一路走去，一个人，一身黑衫，一把长枪，如一头孤狼般斩杀众多天人修士，直接杀到了皇子府内的大殿外。更是在大皇子炼化宋君婉与周子墨的关键时刻，宋缺直接一枪轰击大殿之门，凭着其一生的坚毅与修为，还有那心中已经对生死淡漠的孤傲，破了大殿之门，在大皇子炼化最关键之时将其打断。这打断直接就让大皇子彻底疯狂起来，他的一切准备，一切计划都到了关键时刻，随之而来的暴怒则全部发泄在了宋缺身上。天人修为的宋缺毫不退缩，站在那里，直接就与半神皇子轰然一战。这一战没有白小纯与天尊之间的惊天动地，气势磅礴，可这一战却战出了血腥，战出了疯狂，战出了他宋缺多年来一个人在外凝聚而来的无穷煞气。他没有退缩丝毫，哪怕面对的是半神皇子，哪怕他并不是对手，可依旧还是选择一战，因为那是他的小姑。他对周子墨没有在意，可宋君婉他不能不在意，那是他的亲人。而他更是在看到宋君婉鼓起的小腹后，他明白那里有自己的侄儿，而这个侄儿的父亲显然就是白小纯。他虽对白小纯有好胜之心，虽对白小纯那里从心底不服气，可二人多年来从陨剑深渊开始一路走过来，白小纯对他的多次帮助，多次救援，宋缺心气高傲，口中不承认，可心底对于白小纯早已没有了什么仇恨，有的只是他认为自己也很优秀，他认为自己就算是差，也绝不能相差太多。所以他必须要来，必须要战，因为那是他的小姑，那是他的侄儿，那是白小纯的骨肉。
这一切使得宋缺的出手充满了无悔，充满了战意，充满了癫狂。就算是大皇子也都动容，他这一生都没遇到过这样的天人。在他的出手下，在他的怒火中，对方竟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一次又一次的站在那里，使得大皇子根本就无法重续炼化之法。一个天人竟尽他之力，生生的阻挡了一炷香的时间，这在任何人看去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因为宋缺这一炷香时间的阻拦与拖延，使得此刻大殿内阵法中的宋君婉与周子墨，尽管无比虚弱，尽管气若游丝，可他们还活着，他们的骨肉还安全。若没有这一炷香，后果之惨，无法想象。只是这一炷香的时间，对于宋缺而言，他是用生命去捍卫，用生命去支撑，用生命去坚持。不管大皇子如何出手，不管自己伤势到了什么程度，不管任何事情，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坚持，坚持，坚持。直至这一刻，直至白小纯从天空上以极致的速度踏入皇子府的时候，宋缺知道自己的坚持已然值得了。你为什么还不死？为什么还不死？他的前方气喘吁吁的大皇子已经疯狂，他看到了远处天空上的战斗，也注意到了白小纯的临近，他的目中赤红，他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不甘。只差一丝，只差一丝！大皇子悲呼中怨毒地看着注定会死亡的宋缺，身体猛地一晃，直奔远处逃遁。几乎在他逃遁的刹那，白小纯的神识轰然爆发，瞬间笼罩四方，身影出现在了大殿外。他没有去追大皇子，而是身体颤抖，看着大殿内已然安全的宋君婉与周子墨，又转过身，带着悲哀，带着强烈的复杂，望着站在那里已经渐渐要消散意志，彻底死亡的宋缺，他想要去搀扶，却又止住了。宋缺艰难地抬起头，望着白小纯，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他的身姿挺拔，哪怕此刻已经要面对死亡，可依旧还是如轻松一般，笑容很好看，充满了一股阳刚之力，只是有一丝不舍在其目中隐藏。此刻声音沙哑，笑容中喃喃低语：白小纯，你我从允剑深渊相识，你抢我天道之气，快了我一步；血溪宗内，你又压我一头，也快了我一步；逆河宗里依旧如此，你还是比我快，哪怕到了长城，也都这样。好似你我之间的魔咒持续到了蛮荒，还是如此。似乎在你我之间，你永远都比我快。宋缺说到这里，身体摇摇欲坠，勉强支撑着自己的眼皮，在所有意志都要彻底消散时，在支撑身体的力气也都消失时，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白小纯，昔日你处处领先于我，处处比我快，可今天我宋缺比你快。宋缺说到这里，仰天大笑，在这笑声中，一行浊泪流下，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他的身体也无法支撑站立。随着手中的长枪无声无息粉碎，成为了飞灰，他的身躯向后倒了下去。宋缺陨落，争了一辈子，不服了一辈子，不甘心了一辈子，慢了一辈子。可今天，如宋缺自己所说，他的的确确比白小纯快了一次。这一次，他满足了，他心里的不服与不甘也都消散了。白小纯身体颤抖，怔怔地看着宋缺的尸体。他到了这里后已经明白，若非宋缺，死亡的就是自己的妻儿，而宋缺的到来是以其命换了他白小纯妻儿的生存。宋缺白小纯喃喃，眼泪止不住的流下。这一刻的宋缺给他带来的是惊天动地的震撼与刺痛。宋缺死亡前的话语更是不断的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回荡，化作了一幕幕记忆，好似回到了蛮荒，回到了长城，回到了逆河宗，回到了血溪宗，直至回到了允剑深渊内。他白小纯从宋缺手中抢走了那一丝天道气息的时刻。你才是天骄！白小纯的泪水无法擦干，可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此刻哪怕心中压抑与悲伤到了极致，但还是要强行忍住。将宋缺的尸体送入残扇后，他转身一步踏入大殿内，直接碎开阵法。他看到了宋君婉手臂上的图腾，看到了那已然微弱的紫光，感受到了虚弱的铁蛋的气息。铁蛋白小纯身体一颤，又望向二女鼓起的肚子，甚至在他的手碰触二女时，白小纯都感受到了他们腹部内胎儿的震动。那种震动似某种喜悦，似某种来自本能的依恋。他们是那么的弱小，可这种弱小随着震动传递到了白小纯心神时，却成为了他此刻一生要保护的使命。以前是你们的妈妈保护你们，从现在开始，爸爸保护你们。无法形容这种感觉。白小纯低语，颤抖着将昏迷的宋君婉与周子墨也都送入残扇内。成为了残扇主人后，白小纯可以将很少的人在不反抗的情况下送入残扇中。此刻他将自己需要保护的人都送走后，白小纯抬起头，他没有选择立刻离去，因为还有大仇没报。大皇子还没死。第1192集，强斩大皇子。这是欲杀七炼子之仇，焉能不报？这是欲炼化数十万通天修士之仇，岂能不报？这是让宋缺陨落之仇，更是不能不报。种种仇恨在这一瞬让白小纯煞气惊天，他身体一晃之下，神识已然散开，笼罩八方中
直接就锁定了此刻正一脸惊慌、直奔皇宫的大皇子的身影。你一定要死！白小纯眼睛赤色妖异，怒意撼动八方，弥漫苍穹，使之扭曲之下，他身体向前一步走去，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远处正逃遁的大皇子的身前，右手抬起，直接一挥。这一挥，顿时就有一股寒风骤然爆发，那风刺骨，似能削肉一般。此刻扩散中，如同张开的吞噬万物的大口，向着大皇子猛地吞噬而去。这一切太快，大皇子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甚至连白小纯的身影都没看到，就觉得天旋地转，好似自己所在的世界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一片冰寒的虚无。一股绝望之意让他忍不住惊呼起来：“父皇救我！”随着大皇子那焦急凄厉的声音传出，还没等这冰寒风暴将其吞噬，顿时就从不远处的皇宫内直接就爆发出了一股让整个苍穹都颤抖的气势。随着气势的传出，天空的云层从八方急速凝聚而来，居然在半空中直接化作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不怒自威，带着地冠，正是邪皇。白小纯，你敢！其声音平静，可却带着某种言出法随般的轰动，使得大地颤抖，众生心神震颤。就算是白小纯，也都在这一刻呼吸猛地一滞。他知道自己之前的一切都是在冒险，而如今击杀大皇子的行为更是在赌。一方面，他赌邪皇既然没出现，必定有其外人想不到的安排与事情；另一方面，白小纯赌的就是眼前这大皇子，对于邪皇而言不是那么重要。毕竟此邪皇非彼邪皇。此刻，哪怕邪皇传出话语，气势扩散天地，可白小纯还是狠狠一咬牙，不但没有停手，更没有逃走，而是将修为再次提高。挥手间，那风暴更为惊人，速度超出之前，眨眼间就直接将那凄厉惨叫的大皇子悍然吞噬。吞噬之后，寒风凌虐血肉，刺骨的痛让大皇子在那风暴内的声音也都更为凄惨，已然不似人声。苍穹上的邪皇面孔，他的眼睛骤然眯起，寒芒露出，杀机一闪下，这巨大的云雾面孔竟猛地扭曲，翻滚中直接就化作了一只巨大的手臂，直奔白小纯这里一掌拍来。既然找死，本皇成全了你！太古出手，震撼邪皇城所有人，广目也好，适龄上人也罢，这些天尊一个个都心神震动，实在是太古的神通，哪怕只是一只云雾组成的大手，可也都有让天尊无法撼动之力。更是在拍向白小纯的过程中，将这四周天地彻底封锁凝固，而那大手也蕴含了不可抵抗之力，带着浩瀚之威，爆发着太古意志，此刻轰鸣中直接落下。此刻摆在白小纯面前的选择，在众人看去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弃击杀大皇子，立刻倒退，或许还有避开挣扎一些的可能。但若是执迷不悟，那么大皇子虽注定死亡，可他白小纯也必然无法幸免。若是换了在没有闯过99关前，白小纯也不知自己会如何选择。可现在他不是没有承受过太古一击，太古虽强，可若想一掌将我斩杀，此事不可能。白小纯猛地抬头，发出一声低吼后，他的肉身之力轰然扩散，修为运转，种种神通更是施展出来。龟纹锅没有取出，这毕竟只是太古虚幻之影的一击。白小纯经历了残善整整100关的历练，已然有了底气。因为在99关后，白小纯对于与太古一战已有了心得与准备。此刻出手时，直接就是过去经，无数符文从其四周幻化出来，直接笼罩来临的太古大手。顿时无数记忆画面竟在那大手内幻化。这一幕，哪怕邪皇也都目光一缩，立刻阻止。可就在他阻止的瞬间，白小纯掐诀间，生死门骤然降临。那来临的大手不断的被虚弱，好似从生走向死亡。这一切都在白小纯神思电转间发生，几乎在白小纯这里神通展开瞬间，邪皇大手骤然落下，轰鸣之声震动整个大地，无论是皇宫还是整个邪皇城，此刻都强烈的颤抖起来，甚至还有不少建筑直接坍塌。无数人的惊呼中，白小纯的一切神通都被摧枯拉朽般碎灭，他的修为，他的肉身似乎在这太古一击面前都无法支撑。可这些叠加在一起后，对于太古这一击的削弱也是极为明显，尤其是最终过去经与生死门的阻挡，在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下，白小纯虽鲜血狂喷，但他竟生生的承受住了这一击。不可能！远处的广目天尊失声惊呼，其他天尊也都被这一幕害得目瞪口呆，更不用说半神与天人了。此刻整个邪皇城内看到这一幕之人，无不心神狂震，哪怕邪皇本人也都目光微凝，若有所思的同时，在皇宫密室内的他嘴角露出一抹莫测的鬼笑。与此同时，在白小纯身边的大皇子所在的寒风漩涡，也同样在白小纯的坚持下，虽溃散了很多，可却已然将那大皇子的肉身削成了骨头。这种痛苦无法形容，最终连同其骨头都随着那血肉的横飞与不间断的凄厉惨叫中生生灭绝。唯独其魂被白小纯一把抓在手中。白小纯原本可以很直接的将其斩杀，可他没有这么做，他也不愿这么做。
他要报仇，哪怕残忍，哪怕时间不够，可也不能让这大皇子如此轻易的死亡。皇宫内的通天傀儡，魁皇临死前的目光，通天世界数十万人阵法中的无助，自己妻儿的生死危机，还有宋缺的死亡，都让白小纯岂能这么容易的就让这大皇子死？所以，哪怕到了这个时候，白小纯依旧还是将大皇子的魂直接抽走。你不是喜欢换身体吗？我给你换。你不是喜欢制作傀儡吗？我给你做。你不是喜欢炼化吗？我来炼你。白小纯话语间，大皇子的魂一脸惊恐骇然，绝望中发出强烈的魂音：“父皇救我！”他似乎除了这句话，已经不会说其他的了。此刻还没等说完，白小纯已然将手中大皇子的魂直接扔入储物袋内，身体一晃，骤然倒退。他知道自己在这永恒仙域上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此祸之大，足以撼动整个永恒仙域所有修士，杀绝地、抓元妖、擒皇子。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邪皇朝与他之间已然到了一个不死不休的局面。尽管白小纯不知道为何邪皇最后才出现，可他明白自己已别无选择。回残山，白小纯当机立断，此刻后退中神念一转，身体顿时虚幻，眼看就要消失。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一声长啸，直接就从皇宫中爆发出来。轰鸣中，皇宫内的一处大殿直接崩溃，从其内如流星一般急速地冲出一道身影。这身影穿着地袍，戴着地冠，正是邪皇。他的走出速度超越闪电，刹那就到了白小纯的面前，目露奇芒，右手更是掐诀，猛地一指：“白小纯，主宰之善，果然被你得到。本皇为这一刻已经观察了你很久，现在就带着我一起重回主宰之善。”这声音外人听不到，可却在白小纯的心神内直接炸开。与此同时，随着邪皇一指落下，似他与白小纯之间直接就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联系。在白小纯这里面色陡变的瞬间，他的身影直接模糊，而邪皇的身影同样在其目中露出期待与贪婪中一样模糊。第1193集，阻拦邪皇。永恒仙域上，邪皇城半空中，白小纯的身影消失的一瞬，邪皇的身影同样消失无影。星空中一片漆黑，只有残扇自身的光芒，似乎是这片漆黑的虚无里为数不多的灯火。此刻在这残扇的广场上，小气灵正一脸无奈地看着眼前的两个女子与一具尸体。这两个女子相貌都是绝美，此刻虽虚弱昏迷，可却生命无碍。而那鼓起的小腹也让博学的小气灵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干什么？小气灵很是郁闷，那该死的无耻的家伙怎么连尸体都送来？小气灵有些不满，也不知道这两个女子与白小纯的关系，此刻只能蹲在一旁，一边发呆一边叹气。实际上在白小纯走的这段时间，他就连沉睡也都睡不着了。每次想到自己的头顶多出了一个主人，自由了悠久岁月的自己突然变得不自由，这些都让他憋屈的同时，也在感慨唏嘘自己的命运。此刻正习惯性的继续感慨时，忽然的小气灵脸上的表情猛地变化，不再是那么一副郁闷的样子，而是赶紧露出笑容，一副讨好的模样，弯着腰看向不远处的广场。几乎在他看去的瞬间，白小纯的身影在其目中所看的地方渐渐露出模糊的身影。可还没等这身影完全凝聚，白小纯焦急的声音就直接在这残扇上爆发：“小气灵，开启阵法，敌袭！”小气灵猛的一个机灵。与此同时，在白小纯的身后，赫然也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飞速的幻化，更有一股属于太古的气息在这一刻轰然爆发。这气息里带着振奋与贪婪，爆发的同时，其意志更是扩散开来。本皇终于又到了这里，这主宰之善是我的了！小气灵猛地尖叫一声，袖子一甩，先将宋君婉二女以及宋缺的尸体挪走，随后掐诀间，整个残扇顿时震动，散发出强烈的光，而那扇面上的山河也都在这一刻运转起来，一股强烈的波动直接爆发，向着邪皇所在之处骤然扩散。这一系列动作与应对都是瞬间发生，几乎在这波纹扩散的同时，白小纯的身影已然彻底凝聚，他心神震动，面色变化，身体猛地一个前冲，自身的全线之力更是完全散开，配合小气灵一起，立刻要去镇压邪皇。而此刻的邪皇，其身影已清晰了大半，甚至都露出了五官，只是其散出的神念还没等侵入这扇子内部，就立刻被那来临的波纹直接撞击。溃散中，这波纹更是直接笼罩了邪皇正在飞速清晰的身体，好似要将其排斥出去。这一幕让邪皇也都吃了一惊，显然他虽有准备，也有算计，可却从来没想过，短短的时间内，白小纯居然能让这扇子的气灵听从其话语。而这所代表的答案，更是让邪皇目光一闪，心中浮现不可思议之意：你竟成为了这残扇的主人？不可能，此物想要认主，难度极大，天尊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不但需要100关卡，这气灵更是有了反骨，绝难成功。邪皇满是不可思议，眼看着波纹的排斥越来越强，他猛地低吼一声，双手掐诀，
顿时从其身上直接就爆出了黑色的火焰。这黑色的火焰骤然扩散，一股太古之力全面爆发，使得其四周的波纹竟有些限制不住。该死该死该死！小气灵眼看如此，顿时着急，一旁的白小纯也急了，快点把他赶出去啊！这家伙要是进来了，我们就完了。你是这扇子的气灵，这扇子是主宰之宝，驱赶一个太古有这么难吗？你给我闭嘴！这可是一个活着的太古，他要是在外面也就罢了，他这都进来一半了，你奶奶的，老子已经很用力了。小气灵此刻也顾不得白小纯的身份了，大吼之后，他的眼睛也都红了。白小纯也来不及去在意小气灵的语气，此刻神情紧张，发狠地咆哮起来：“你我联手，动用主宰之手，将这老家伙直接轰出去！”小气灵一听这话，虽有迟疑，可也明白只有这样才可万无一失，于是狠狠咬牙，与白小纯联手将权限爆发开来。顿时，那扇面上的半空中，主宰的大手猛地一颤，竟从扇面内缓缓地升起。随着升起，正在挣扎的邪皇猛地就倒吸口气：“主宰之手！”邪皇心神狂震，此刻更是暗自叫苦。他本以为自己到来可以顺利无比地接收这主宰之扇，可这一切因白小纯已然成为了扇子的主人，完全逆转与改变。可若就此离去，他又不甘心。呼吸间，邪皇的双目居然瞬间化作了漆黑，一股奇异的特殊的气息在其身上直接爆发，融入其太古修为中，竟使得他的修为在这一刹那似乎突破了一般，比之前强悍了不少。轰鸣中，随着他的强悍，其散出的黑色火焰顿时就将四周的波纹彻底驱散，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有一半清晰无比，踏在了残扇的广场上，另一半身躯此刻也在飞速凝聚，眼看就要彻底站稳。白小纯与小气灵顿时心交，二人也都发了狠。白小纯不惜喷出鲜血，小气灵也不惜神念受损，二人全力操控之下，顿时那主宰之手升起的速度加快，最终在邪皇的身体即将要完全清晰的瞬间，主宰大手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下，从扇面内漂浮出来。给我回去！白小纯大吼一声，操控主宰之手向着邪皇这里骤然拍来。这主宰之手太大，此刻呼啸间好似天崩地裂一样，强悍如邪皇也都身体颤抖，目中黑芒更多了，全身黑色火焰不再大范围的扩散，而是瞬间凝聚，直接形成了一个高约数百丈的巨大火人，向着来临的主宰之手嘶吼抵抗。轰鸣中，那火焰巨人猛地颤抖，在这主宰之手的拍击下骤然崩溃。可在崩溃之后，其内露出的邪皇的身影，他身体外那诡异的气息竟不知为何让这拍击而来的主宰之手也都停顿了一下。借助这停顿的机会，邪皇大吼一声，另一半身体终于不再是模糊，而是清晰起来。白小纯眼睛赤红，修为之力全面散开，神念更是如此，甚至身体也都直接飞起，操控主宰之手狠狠地撞击过去。拼了！小气灵也红了眼，尖叫一声，身体一晃，居然钻入到了主宰大手内。顿时这主宰大手猛地一震，竟散发出了主宰的气息。这主宰气息一出，邪皇面色大变，身体外的黑色火焰都模糊颤抖，似要熄灭。他哪怕身体已清晰，可被这主宰气息锁定，根本就无法避开，只能在一声不甘心的咆哮中，被那主宰大手直接就轰在了身体上。巨响震动一方星空，甚至整个残扇都震颤起来。白小纯，我不信你永远不回来！邪皇的怒吼还在回荡，可其身体在这一刻还是选择了回归。这并非他的所愿，实在是那主宰大手的落下，随着主宰气息的影响，就好似他推开了一扇门，走了进去，可最终还是被主人用力的踹了出来。他的身体瞬间模糊，当完全消失时，小气灵从主宰大手内飞出，面色苍白，直接就一头栽了下去，昏迷不醒。白小纯这里也是鲜血狂喷，勉强保持自己清醒，盘膝坐下，立刻打坐恢复。第1194集达成所愿。时间流逝，不知过去了多久，残扇在这星空中不断的漂浮前行，远处所看一片漆黑，更是没有什么声音传来，仿佛这里陷入到了一种绝对的安静中。在这安静下，在这漆黑里，只有残扇的光柔和闪耀，好似星空中唯一的星辰。只是在气灵沉睡，白小纯打坐恢复的情况下，这柔和的光也渐渐暗淡。直至这一天，小气灵睁开了眼，目中依旧带着疲惫，从地面上爬起来后，他先是呆了一下，看着四周，因之前他的昏迷，白小纯也是到了极致后不得不陷入打坐失去意识，以至于那庞大的主宰手臂根本就无法自己回到扇面内，所以砸在了这残扇上。这手臂内蕴含的力量太大，哪怕没有人操控，可其自身之力依旧是将这残扇的不少扇骨直接砸断。此刻看去，整个残扇有一半都是狼藉遍地，这一切让小气灵浑身发抖，随即哀嚎起来：“老子的家啊！”这叫声太过凄惨，尤其是在这安静中就格外的刺耳。传遍四周时，白小纯也猛地被惊醒，他飞速地睁开眼睛，身体瞬间跳起，立刻掐诀，
看向四周。当发现没有敌袭时，白小纯也松了口气，先是一晃，到了远处，宋君婉与周子墨二女依旧还在昏迷，一旁宋缺的尸体或许因残扇上的奇异没有腐烂，如同沉睡一般，而他们的身体外都有柔和之光环绕，显然是小气灵之前的挪移也分出残扇之力，对他们做了防护。这一切让白小纯心中松了口气，只是在看向宋缺的尸体时，他心中依旧还是苦涩。沉默中，小气灵那里还在惨叫，白小纯听得心烦，转头看向惨叫的小气灵：“鬼叫什么呀你？你闭嘴！都怪你！我的家呀！”小气灵此刻情绪激动，也豁出去了，冲着白小纯大吼起来。白小纯愣了一下，他之前顾着宋君婉、周子墨与宋缺之事，睁开眼后没注意太多，眼下回头一看，顿时睁大了眼，看着那落在不少扇骨上，将扇骨直接砸断的主宰手臂，白小纯摸了摸鼻子，有些心虚。这个也不怪我啊，算了算了，我帮你修复就是了。白小纯觉得理亏，尤其是之前若没有小气灵的帮助，怕是邪皇那一关都过不去。此刻看到小气灵难过的样子，他也赶紧安慰一番。小气灵眨了眨眼，实际上他之前怒吼后就已经后悔害怕了，可没想到白小纯居然好言好语，又来安慰自己，他顿时心底振奋了一些，可也知道不能太过，于是哼了一声，与白小纯一起，先是将那主宰手臂送入扇面内，随后白小纯按照小气灵的要求开始修复扇骨，虽无法修复到完美，可以将其弥补了七七八八。至于余下的那些残扇，毕竟是星空至宝，其本身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之力，一段时间后就可自行恢复。做完这些，白小纯好不容易恢复的一些体力也都耗费了不少，气喘吁吁中，他来到了宋君婉与周子墨身边，看着二女以及他们鼓起的肚子，还有宋君婉手背上铁蛋的图腾，白小纯的脸上露出一抹柔和。小气灵心底很是得意，此刻看了看白小纯，又看了看宋君婉与周子墨，忽然问道：“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我的道侣，他们肚子里的是我的孩子。”白小纯没有回头，轻声说道：“那个尸体呢？”小气灵若有所思，似在考虑什么叫道侣，为什么道侣肚子里能有孩子？他觉得这事挺可怕，不过也没多想，又问了起来：“我的好兄弟。”白小纯闭上了眼，盖住了目中露出的悲伤。那个白小纯，我要是有办法让你的道侣和孩子更健康，让你的好兄弟有一丝可能死而复活，你能不能让我改一下名字？小气灵眼睛一转，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试探的开口：“你说什么？”小气灵话语还没等说完，白小纯就心神狂震，身体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小气灵的面前，就连目中都在这一刻露出疯狂，甚至因其情绪的变化，这残扇都受到了影响，其光芒猛地强烈，四周更有轰鸣之声传出，那些刚刚被修复好的扇骨也都震动起来。实在是宋君婉与周子墨虽看似如常陷入沉睡，可白小纯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元气亏损极为严重，只不过因铁蛋与宋缺的保护，更因他们父中子嗣那旺盛的生命力支撑，这才没有陨落。可这种亏损，就算是白小纯修为彻底恢复，他也需要太多时间去改善，才可让二女苏醒过来。而铁蛋更是如此。至于宋缺，早已魂飞魄散，此刻只是一具尸体，白小纯哪怕成为太古，也都没有办法让其复活。但现在小气灵居然说出这些话语，那一个个字落在白小纯的耳中，好似天雷炸开，轰鸣其脑海，掀起滔天之浪。你别激动！小气灵也被白小纯的举动吓了一跳，赶紧后退一些，他生怕这个时候一句话没说好，白小纯会做出一些让他害怕的事情。你听我说，你的道侣生命本源亏损，这种本源的消散不是寻常的补充生机就可解决，若是换了其他地方，除非有一些天才地宝，否则的话很难解决。可在这里却不一样，将他们送入生死道塔内，在里面他们不但生命本源可以得到弥补，甚至修为也都能慢慢提升。至于你好兄弟，我先说好啊，我也没十足把握，只是当年跟随主宰时，曾听他老人家说过，他当年创造生死道元的目的就是要复活一个人，只是最终他还是失败了。可我想生死道元或许真的能让人复活，这件事或许只是有那么一丝可能，而代价则是从此之后以你的道侣吸收，以你的好兄弟吸收，所以那座生死塔内的道元会逐渐的虚弱，而你也很难再在那里修炼了，而且成功的几率估计不是很高，只有一丝。你同意吗？小气灵赶紧开口，一股脑的全部说出，没有半点隐瞒。白小纯根本就没有半点迟疑，袖子一甩，直接就带起宋君婉与周子墨还有宋缺，直奔扇面而去。小气灵说出了方法，身为残扇主人，白小纯也不需要气灵来协助，他自己就可以。眼下速度飞快，瞬间就到了扇面，直接出现在了山顶高塔上，将宋君婉与周子墨放在了第二层中。那里虽远离顶层，可却是最适合二女的，一旦高了，怕是不但无利，反而有害。至于宋缺，白小纯深吸口气后，强忍着不适，将他送入到了第9层中。这里白小纯无法久留，他临走前看了宋缺一眼，这一眼里带着祝福，带着期盼与奢望，转身离去。还有铁蛋
也被白小纯小心地从宋君婉的手臂图腾内取出。他虽不知铁蛋是如何做到的化作图腾，不过以铁蛋的资质，如今其修为竟达到了天人后期，距离半神只差一丝，想来是其某个天赋的觉醒。铁蛋不适合第2层，更不适合第9层，第3层对他而言最为适合。安排完这一切，白小纯走出高塔，转头深深地凝望此塔。许久之后，他深吸口气，盘膝坐在了塔外。他要在这里守护宋君婉与周子墨苏醒的那一天。这一天，按照小麒麟的说法，按照白小纯之前对于生死道塔的判断，他知道不会很久。第1195集，天尊后期。而此刻，在永恒仙域内，随着邪皇愤怒的回归，随着白小纯怒斩绝地、生擒元妖子、虐杀邪皇子、动乱全城的事情发酵，传遍整个仙域后，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所有听到之人无不震惊，无不震撼，无不哗然。斩杀绝地天尊！天哪，有多久没有天尊之间的相互真正杀戮了？生擒元妖子，该死的！那个元妖子曾经是我们圣皇朝之人，更是陈苏天尊的弟子，可却背叛。此人被擒，是报应。这通天王白小纯也太生猛了啊！我还记得他当初刚来永恒仙域时，只是一个半神，斩杀邪皇朝皇子，此事之大，骇人听闻啊！在这众多的哗然里，也有来自邪皇朝与圣皇朝的叫嚣之声，甚至有不少修士都认为邪皇朝与圣皇朝之间要发生一场战争。与此同时，在邪皇朝内，一场针对通天修士的风暴也随着邪皇的愤怒骤然展开。只是被白小纯收到北脉大剑里的那数十万人，本已经是明面上能找到的了。至于那些隐藏起来的，或者是去了圣皇朝的，在这风暴下，虽也有人被找出，可终究数量不是很多。最重要的则是公孙婉，白小纯选择了相信他，而他也没有让白小纯失望，更是带走了张大胖等人。虽不是叛出邪皇朝，可也相差无几。在他的保护下，他虽无法救助邪皇朝内的通天修士，可却成功的借助邪皇追击白小纯的时间，将北脉大剑带到了大天师的面前。更是在他的保护下，在大天师比太多人提前知道了此事后，有了准备之余，永恒仙域内明面上的通天世界圣地一夜之间消失无影。他们躲了起来，并非是躲藏在固定的区域，而是在那被白小纯炼灵后的北脉大剑中。这把剑也被公孙婉藏好，而他自身也开始了逃亡。与此同时，一向虚伪的圣皇在这一次里依旧还是将其虚伪坚持到底。既然你邪皇朝如此对待通天世界之修，既然白小纯已经生死未知，那么圣皇立刻抓住机会，大肆救援通天世界之修，同时在其境内也放开关卡，用种种手段在这通天世界修士的灾难中全力笼络。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可他的举动对于通天世界修士而言终究是好事，算是雪中送炭。至于邪皇朝与圣皇朝之间的战争也并没有发生，毕竟绝地天尊虽被斩杀，可也在不久后被邪皇复活，唯独元妖子因本就没有死亡，所以谈不上复活。如此一来，邪皇朝虽少了一位天尊，可整体数量上依旧还是比圣皇朝高出足够的优势。有人说时间是修复一切的根本，这句话没有错，在永恒仙域上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10年过去，甚至邪皇也收回了对公孙婉的怒火，没有继续寻找。不过却传出声音，只要公孙婉回来，他既往不咎。又过去了10年，白小纯的名字虽还会有人提起，可却已经不是那么多了。直至又过去了10年，当年之事在这半甲子岁月后，就连2大皇朝也都不再是如当年般的剑拔弩张，似乎一切都重新恢复。白小纯的名字也似乎已经被太多人选择了淡忘，只有在通天世界修士的心中，还时而升起感慨与唏嘘。至于躲在北脉大剑内的巨鬼王、大天师以及李清后、灵犀老祖等人，他们对于白小纯的思念最多，更是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坚信一个希望：白小纯没有死，他总有一天会归来。这个希望如同火焰，支撑着他们的信念与坚强。永恒仙域上的半甲子，对于残扇上的白小纯而言，一样是同等的时间流逝。他在这半甲子里，始终都在扇面中，在那山顶的高塔前盘膝打坐，全力修行。来自残扇关卡内的各种资源，还有白小纯本身的储备，使得他的修为在这半甲子中不断的攀升。只是想要从天尊中期突破，踏入天尊后期，此事太难了。哪怕白小纯有了如此资源，也生生的耗费了30年的时间，才感受到了突破的征兆。虽如此，可若是传出去，也必定引起所有天尊的震撼。这毕竟不是初期到中期，而是中期进后期。别说30年，就算是300年，也都是极快的。白小纯之所以如此，除了那些资源外，主宰手臂更是关键。有主宰手臂在扇面天空中无时无刻不散发出主宰气息，白小纯自身修为在这30年的滋养下，其修炼速度才可以如此惊人。生死现在念的修炼，也因这一切的使然，在这一天永恒仙域的晌午时，白小纯双眼蓦然睁开，他的呼吸沉缓，他体内的修为正在疯狂的运转，似已到了极限。
而他的生死现在念也在这一瞬彻底大圆满。随着圆满，白小纯重新合上双目，一股突破的征兆顿时就在他的体内爆发出来，就好似怒浪一般卷起后不断的冲击苍穹，要突破了。与此同时，小气灵也刹那幻化出来，在了白小纯身边，目光炯炯地看了过去。这30年的相处，尽管白小纯几乎都是在打坐，可对于小气灵而言，有人陪伴的这几十年，让他感觉很是温暖。哪怕这陪伴之人是个可恶之人，可终究白小纯还是答应了他，可以让他自己想一个名字。只是这个名字不好想。小气灵30年里想了很多，都觉得不满意。他琢磨着要防范于未然，要起一个以后若是自己又遇到要改姓的时候，也都觉得完美的名字。此刻他正思索名字时，感受到了白小纯的突破气息，立刻赶来。这家伙也太拼了，不过他这么修炼下去，太古几乎是稳稳的啊，甚至主宰也都不是不可能。小气灵深吸口气，想到了白小纯上一次突破时其身上散发出的时光本源。就在小气灵这里琢磨时，白小纯闭上的眼睛又一次睁开，随着双目开合，他的体内直接就传来轰鸣巨响，这声响如雷霆，不断的扩散时，他的气息彻底爆发，引动八方变化，无论是大河还是孤舟，又或者是天空上的主宰之手，都在闪耀。随着闪耀，他的气息越来越盛，直至突破了某个极限一般，在这爆发下，直接从天尊中期攀升，隆隆升下，到了天尊后期。白小纯目中露出金芒，在这漆黑的星空内，他目中的光于这一刹那甚至都超越了残扇本身。他的气息激荡，他的身体慢慢站起，当完全站起的一刻，白小纯仰天传出一声长啸。天尊后期。白小纯在这肉身爆发下竟展开了不死劲，在那强悍的肉身之力中又加上了极致的速度，除此之外，他更是展开了撼山状。这一切的一切，就仿佛白小纯化做了一座超越天尊速度的巨山，此刻带着无穷气势，轰鸣中直奔绝地天尊。绝地天尊脑海直接嗡鸣，这强烈的生死危机让他整个人也都发狂，可却无法避开，只能全力抵抗。可这一切